今年多少岁？38岁。体重多少？应该6丢吧。因为我不练的话，我就会不自觉的吃的少。你好。热身为什么不出教学视频？因为网上有1万个这种视频，不需要我出。我们只出网上没有的就行。比如说背热身、胸热身，有1万个视频。才起床吗？6点钟就起床。可以出一些山姆食物的碳氮值比数据吗？有包装的就看包装，没包装的基本食物，每个饮食视频里都列了一张食物营养率的表。你现在去下载置顶动态的 Excel 工具套表里面，有一个表格也是常见食物的碳氮值率。比如说一个白米没有包装，生米75%。做成熟饭30%，干盐35%，每个视频都讲。吃盖饭有多少油？盖饭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炒饭的用油，因为我看过包装化的炒饭，就那些素食的包装化炒饭。的营养表是碳水和脂肪的比例是3比1、4比1、3比1、4比1的位置，有点像饼干的那种，就是30%左右的碳水率，然后10%出头的脂肪。做什么呀？您说咱们这个自己练的是吧？还有团队的？有那个个人的教练，因为一次教的有那个拳击、拉伸、记头刀，还有那个增肌。靠米线增肥可以吗？为什么要增肥呢？增肥有什么好处吗？抖地的这事情多了。米线是一种您这是饱腹感相当低的碳水，但你要说吃米线就会增肥，那不一定。以及为什么要增肥呢？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增肥。就比如什么叫增肥呢？就比如说你去菜市场看到那个猪的白色脂肪层一坨一坨的，然后你觉得把那个脂肪层往自己皮下装，那你就觉得很好吗？我其实有点这个提问有点怪。为什么要增肥呢？你说你要增肌，我可以理解；你说你在增肌过程中被动的增加脂肪，也可以理解。你说你的目的就是增肥，就有点怪了。能保持体重不变去增肌减脂吗？为什么要保持体重不变增肌减脂呢？不能。哎呀，你们想想你们的提问嘛，我真的是怪模怪样的了。要体重不变增肌，要体重不变减脂。比如贾玲从那么胖减成
拍电影是那么瘦，你要求他体重不变，又要减成那么瘦，哎，这。减脂就会掉体重，不然你减10公斤脂肪，同时又增加10公斤肌肉吗？以前那些提问说增肌能不长体重吗？我都还能忍一下。现在的提问已经进化到了减脂能不掉体重吗？这个就更进一步进化了啊！做演唱会吗？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过。如何判断碳水的类型，比如绿色和糖类有什么区别？一类叫淀粉，一类叫多糖。多糖里面的大部分都是淀粉，一类叫做简单的糖。哎呀，这不说那么复杂了，就不按书里那么去碳水分类了。这跟你说2种糖，2种碳水生活里头，一种是淀粉，第二种是糖。蔗糖、果糖、葡萄糖、麦芽糖、果糖浆，这叫糖，由1或2个分子构成。这糖里面也要细分，能产生果糖的是蔗糖、果糖本身，还有果葡糖浆；不产生蔗糖的是葡萄糖、麦。这里面怎么卷？把这个东西卷一个，卷到杆子上，塌了的杆子上，用它和杆子之间的摩擦力，这样子就不会掉下来。可以把引体向上作为练背的指标。这是一个普通的动作，就是一个肩内收后肩伸的普通动作，没有任何特殊性，没有什么牛逼的和不牛逼的。如果你在公园里练背，只有一根杆子，那你就只能做引体向上，可以。如果你在健身房练背，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器械，都可以用。从关节活动的角度看待动作，它没有特殊性。你做引体向上，刚才我做的是肩内收的引体，也可以做肩伸引体，你也可以做肩引体，2者之间的引体，它就是那种关节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动作。但是你们很喜欢去把动作分为3、6、9等，啊，这个博主出一个视频，练背最好的动作是引体向上，明天那个博主出一个视频，练背最好的动作是杠铃划船，后天再来一个博主出个练背最好的动作是什么？所以引导着你们老是去给动作分一个哪个好哪个不好，所以老师喜欢问这种，那个动作好吗？哪个动作更增肌？我可以主要做哪个动作吗？
练背侧重做肩屈肩伸，还是肩胛骨的上下回旋？肩胛骨的上下回旋不是你主动做的，是你随着大臂的起落而跟随发生的。谁能主动做肩胛骨的上下回旋？比如说，你说我现在这样的，怎么上旋呢？肩胛骨，我得大臂抬起，肩胛骨会上旋；我大臂落下来怎么下旋？肩胛骨的上下旋是跟随大臂起落发生的，这也是基础知识的。叫做你是侧重上旋下旋，还是侧重肩伸肩屈？用提问就对了。你怎么去侧重肩胛骨的上下旋？会跟随你的大臂运动而发生的。这是肩胛骨的上旋，这是肩胛骨的下旋，肩胛骨上旋，下旋，移出上旋，上旋而又下旋，这是跟随大臂运动发生的，这个和你的主动性无关。他可能是问的是内收外展还是肩屈肩伸，也可能是这个意思。他可能是想问的是做冠状面动作还是矢状面动作。作息是怎么样的不一定，有人睡得早，有人睡得晚。昨天就睡得早，早上5、6点就起来了。晚睡影响减脂吗？睡不够影响减脂，睡7、8个小时才行。生活太高压了，影响睡眠怎么办？给生活减压呀，无压力就能睡，压力很大就是睡不了。吃完午饭就开练了吗？没有吃午饭，练完吃正餐。比如说现在是1点钟，比如你假设某天你1点钟练，那你应该12点多去食堂吃一个正餐吗？不是，是你练前的时候垫一点碳水就行了，30、50克，或者减脂20、30克。那你练完了再吃你那个所谓的午饭，这样就变成了午饭前练，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午饭后练，但是你就要把你那个午饭定义成只是一个练前碳水的。有些人问你们那个分餐里面，午饭前练、午饭后练，晚饭前练和晚饭后练有什么区别啊？不都是一样的吗？看起来，确实是一样，真的是一样。只是，如果你要说是比如说我这个状态，你要形容我是午饭前练的话，那我就是把练完吃的那餐称呼为午饭。你也可以称呼这种模式叫做午饭后练。我刚才吃了一袋旺仔小馒头，40克碳水，那个就叫做午饭，这叫定义问题，定义问题。面包的碳水是多少？50%，只是普通面包就行，而不是那种可颂、奶油包啊。牛角包，这是普通的吐司那种
最朴素的吐司面包和碱水面包，这个能识别吗？面包的2种，一种是花式面包，一种是最普通的面包。为什么都说引体是必做的？谁说引体是必做的？它就是一个普通动作，没有任何牛逼处和不牛逼之处，没有任何好处，也没有任何坏处。和它关节活动一样的动作多的是，高位下拉，就是。我知道你们受什么影响，就是那种事情。练背必做的什么什么动作是啥？练背最好的动作是啥啥啥。此类视频我们称呼为博主没有东西可以讲，就只能回到这种话题里面去兜兜转转。都给你们举过好多例子了。今天这个视频说练背最好的动作是高位下拉，明天那个视频说练背最好的动作是引体向上，后天再来一个视频说练背最好的动作是杠铃死了吧。当人没有内容可以讲的时候，他就只能在这些话题里兜兜转转了。比如说，你哪个博主说练背必须做高位下，必须做某某动作，他说必须做引体向上，他说必须做啥都可以。好，只要他愿意，所有打赌50万人民币，我们就可以拿一个新手，然后说必须做引体向上，或者必须做高位下拉，不做就练不出来，我们就悬赏50万。我就是不做你说的必须做的动作，你看那个新手3年后，他的背练没练出来，行不行？就不要只说视频，咱们来赌个10万、8万、20万、50万都行。我们就让一个新手，他就是不做某个动作，坚决不做高位下拉，或坚决不做引体向上，照样能练出来。为什么能练出来？因为相同关节活动的动作多的是，健身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是没有平替的，因为与之相同的关节活动动作多的是。这个饭开始了。因为是冲浪器嘛，对。
吃啥外卖？铁管商店。推杠铃前锯肌痛的话，可以推哑铃，关节活动一样动作就视为是一样的。特别是阻力方向又是完全一样，杠铃和哑铃更是一样。你说你换成钢线、固定器械，它还有一个因为阻力方向不同，所以导致动作过程里的讯号不同的问题，这还算是一个差别。减一个，只能做7、8个，有点太少。做有氧嘛，没什么时间做，也不是没时间吧，还是偏好吧，找理由。我每天刷手机的时间不止1、2个小时吧，都可以拿出来做。后面系叫什么？叫冲浪机。给你们打。一天力量一天有氧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看你的偏好。反正要做力量训练，每周就做个3到5次。你爱好有氧的，你每周3次有氧、4次有氧都行，那是你爱好。你不爱好有氧的，那就是零有氧。可以做单手引体吗？做不了。单边的力量拉不起自身。去玩一下冲浪，上次玩了一下，我感觉要掉下来了。感觉手臂练不起来怎么办？单独1天练手臂吧。4分化，单独1天练手臂，把肩膀拆分了。健身多少年了？2年半。
什么平台有账号？只有 B 站才发内容，某音和某红书都是发点照片什么之类的。但这个划船器械，如果你是这么拉的话，这么握的话，它就是垂式，这个肘靴是垂式的肘靴。好，这个弓绕肌就比较多啊。你觉得不舒服，你不想让弓绕肌那么酸疼的话，那你就这样握，这样握，你看它拉过来就变成了，这个叫正手肘屈，弓二头肌就多了。你要是这么握的话，这样过来就是垂式肘屈，这样拉过来就是正手肘屈。ANNE 这个博主是立训吗？没刷到。立训就是每个动作，你就很简单判断这个标准。第一，每个动作只能做个8下、10下、15下，最多20下吧，就做不了了。如果他在那儿做一个动作能够做20下、25下，那个就不是立训。还有组间休息，组间休息至少1分半。如果他的组间休息是20秒、30秒，那就不是立训。一般来说，凡是网络跟练的视频，10个有9.9个都不是立训。就说一条组间休息，我们组间休息1分半、2分钟。任何一个直播和跟练视频里，它组间休息能有1分半、2分钟的话，它就没有流量了。你们见过哪个跟练的组间休息有1分半、2分钟的？他们不是都是右上角有一个倒计时吗？我看倒计时一般就是15秒、20秒、25秒。他真的把组间休息变成1分半、2分钟了，就没有人跟他练。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流量的自噬吧。就是因为如果要做成一个正常的立训跟练，就没有人跟着练，所以他们就只能将错就错。将错就错，所以组间休息是什么15秒啊、20秒啊，反正我见到的所谓的跟练都是这种。如果你一个动作只休息20秒钟，就意味着你的配重，实质上的那个配重，哪怕你做了力竭了，它应该就是个340、350 RM 的配重，是很轻的，因为你只休息20秒、30秒。所以你就只能用那么轻的配重。要做腿的一级吗？会啊，每个部位一级嘛。下一级是上肢的最后一级，大小臂和后腿。吃啥外卖？老乡鸡还是乡村鸡？老乡鸡和乡村鸡哪个大一点？摇鸡王不行，摇鸡王它没有拆分，你得自己去拆那个肉，太麻烦了。
菜，这个有一个老乡鸡了，还有几种肉，有鸡肉，有猪肉，有鱼。这是融合的小尖是什么？融合的支链，肌酸放到一起。外卖券要每天自己去领，要在微信里面去领那个美团外卖券。为什么不用淘宝闪？有时候会轮着用，看哪边便宜一点，但是价格一般都差不多，一般就差1-2块钱。日常训练会做杠铃深蹲和硬拉吗？练腿会做硬拉，深蹲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，因为这边的器械蹲也是，反正是一样的。有器械蹲站满了，我就去深蹲；深蹲满了，我就器械蹲。你们对这个动作选择还是非常的纠结，始终觉得哪种动作会更增肌。
这个肩内收。现在是68公斤的配重，68公斤的配重我会自重拉不下来，因为我只有63、4公斤。这身衣服怎么买啊？有3种办法吧，一个是用京东买，也可以用淘宝买，第3种就是你去线下买，基本就是3种办法。这个做肩内收的动作的话，可以后仰一点点。因为我们的背关节的起止点是有前后关系的，止点在前面一些，起点是在后腰，它有个前后关系，前后差了6、7、8公分呢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竖直坐着，再去做垂直拉的话，它这个连线是一条斜线，你后仰一点。让这个它的止点和起点在一个垂直面上。我们选健身的衣服，普通人穿短袖，体脂率低一点的可以穿背心，体脂率越低的人你可以穿得越紧，体脂率越高的就是能穿越松。有个叫土豆的网红，那是怎么样？那是叫运动员，不叫网红，职业运动员。有没有肩伸和肩内收符合的动作？这是伸，这是伸，这是内收。要符合就这种动作，就是它的一个高位、宽握，但是你拉的时候一边往后拉，大臂一边往内夹，这样，这个也是健身动作，很少有这种动作，视频里都没有影加进去，因为加进去的话，背后大人就有第4种动作了，第4种关键。太多了，搞不明白了，观众，这种我就没有写进去了。比如说你在一个小龙架旁边坐着，拉着把手，
训练，大概3周没有练过了吧。可以把坐姿划船拉向腹部练的。主页进行第一个试题，低位的肩身划船最有利于外背阔，因为低位的肩身划船只说肩身的后半程，既不利于上背阔，也不利于大圆肌，他就把它分给了外背阔。声音小没办法，我忘了带麦克风，所以就只能放大一点声音。但是放大点声音，背景音乐又很大，只能将就一下。新手需要练腿，需要，除非你腿有病。它就是一个正常的部位，既不用抬高它，也不用去不练它，就跟其他部位一样跟着练。啥时候毕业？跟你说一个学校里面基本的礼貌就是，硕博生，特别是博士及博士以上的人，你不要问他什么时候毕业。这是一个非常冒昧的问题，啊，特别是博士及博士以上，千万别人家问人家什么时候毕业。这种问题就相当于你问一个，比如说一个女性，你多少岁啦？或者你问一个什么男的，你1个月挣多少钱啊？一样的问题。或者问你的职称是什么呀？你的职级是多少啊？宽的内外展需要单独练吗？很少有人单独练这个，但是职业运动员会练一下，因为它不仅前后，他觉得内外两个肌肉也宽内展，那个宽内收和宽水平的内收肌，职业运动员会练。然后髋外展肌的话，髋外展肌是臀中肌、阔肌膜张肌和臀大肌的前部肌，不是很重要。但是髋水平外展和髋外展的肌肉是不一样的。髋水平外展就是我们做的坐姿的开腿的那里，它对臀大肌要多一些，对于髋外展肌要少一些。以后那集视频再展开讲吧，也就这么类比吧，就像肩膀，肩外展和肩水平外展的肌肉不一样，肩外展中束，肩水平外展是中束偏后或者后束，它会更靠后。那个髋也是，髋外展是阔肌膜张肌和臀中肌，这就相对于肩中束。髋水平外展它就会更有意义性。练腹肌可以只做卷腹吗？可以。卷腹和悬垂举腿就是一个进腹平跟远腹，就像引体和下拉的关系。可以只做下拉吗？可以。可以只做引体吗？也可以。腘绳肌直腿力量是罗拉，特别强调腘绳肌的话，你们直腿力量，不许用伸髋这个动作，但是有真无所谓啊，真无所谓，你不要那么觉得太纠结，你这两个有多大不同？都没多大不同。就是罗拉的话会有骨刺，直腿力量几乎没有骨刺。
家健身买什么器械？居家健身买的器械，我不多说了，在工具套表，置顶动态里面的工具套表，点开居家健身，前面几行有一个设备选择，写了3种版本，低配、中配和高配。中配的就是几对哑铃或快调哑铃加一个卧推凳，这是中配的。高配的就是一个史密斯力量架，两边加上飞鸟，加一个卧推凳，这个就是高配的，这个价格大概是2-3万。静候高位下拉是练什么？肩内收动作，背过大圆和中下胸、下胸，背过大圆下胸。静候高位下拉是最标准的肩内收动作。一般我们的宽握的近前高位下拉都其实还没有达到肩内收。斜坡上的肩内收是大臂就是要在躯干的标准的两侧，标准的贯穿力。其实近前的高位下拉做不到的，静候的高位下拉是标准的肩内收。Power Rock 加一个卧推凳，对，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。但一个人在家练的话，我觉得纯自由力量架不如史密斯架，再加2个飞鸟，就是那个两边的加上那个绳索飞鸟，特别是两边加绳索是特别方便的。加绳索之后，这个配件能够能让你多做很多动作。也相当于有个小龙门架了嘛，相当于就提供了钢线这种组织。一旦有了钢线这种组织，你的动作的丰富性会大很多。有钢线的前平举、钢线的弯举、钢线的臂屈伸、钢线的高位下拉、钢线的划船，一下就丰富了很多。所以那个架子两边加2个飞鸟是很有用的。前几天才帮一个朋友配了一组，就是一个史密斯的力量架。加两边飞鸟，两边的那个飞鸟，哑铃都让他别买了，哑铃都不用买了，因为有钢线，基本大概率就替代所有哑铃，再加一个卧推凳。总之就是那个架子两边加上那个钢线飞鸟，是能方便能扩展很多。下面是什么？保护黄金。行书慢笛吗？不用。我头发不需要保养，头发挺多的。高位下拉的话，手是往竖直地面吗？还是怎么？竖直地面的。但是你要说你就要做成一个划船式的，那它就不是竖直地面，也可以。就比如说有种动作是那种高位的划船，它就不是往地上走的，它就本来就是往这边这样斜着拉起来的。那你高位下来要做成那种的话，它就不是垂直地面，也可以。松下向多少不太知道。静候高位下拉的垂直下拉和外背阔不是一条线吗？是一条线。静候高位下拉和近前高位下拉相比的话，这是近前高位下拉的背阔肌的支点，这是静后的支点。
近前高位下拉指点靠前，颈后高位下拉指点要靠后。它和我们下腰的那个背阔肌在后腰的起点已经接近于一个面了，垂直面了。所以近前高位下拉才需要后仰一点，来让起止点对成一个垂直面。颈后高位下拉就不太需要了，因为颈后高位下拉本来就是把这个大臂已经往后移了，这是近前的指点，这是颈后的指点，已经后移了。近前的话，或者一般的髋握引体的话，一般的髋握，我说是肩内收动作啊，髋握下拉、髋握引体的话。哎，哥，二楼健身房您放门口就行了，哎。就是有一个门禁的那个门口，2楼健身房。哦，不是跑步机那边，就是另一边。哎，谢谢啊。下拉挺胸吗？不挺胸，不挺胸也不含胸，不挺也不含，不要管它。说我们髋握下拉，如果是肩内收是做的近前的，这个时候背阔大圆的指点，就是手臂上的指点，就在身体的前方，而它们的起点是在我们后背，在身体的后方，一前一后，它们差了7、8公分呢。这种情况下就后仰一点，就让它对位对上。如果你是垂直拉的话，就没有对上，后仰一点就对上。能做多少个？你做的快慢和你的行程嘛。做的快可以做20个，做的慢可以做10个。近前、颈后都可以吗？都可以。颈后的配重要低一些，但是为什么颈后的配重要低一些？我也没想明白。都知道颈后要低一些。配重低一些，但是为什么颈后配重低？我也没理解，我也没想明白。颈后和近前的区别就是大臂的外旋更厉害。我觉得对胸和背阔大圆来说，它们的力线倒没有什么区别，区别就是颈后高位下的大臂剧烈外旋，最极端的外旋，彻底的外旋，彻底的外旋做肩内收，配重会低一些。3大项多少不知道。健美式训练的人不会测自己的 1RM， 比如说你问陈康，他是健美式训练，你的硬拉 1RM 是多少呢？不知道，他不测，你只能通过他的做组的配重去用公式去推算。好，去做一个肩伸动作。其实我已经不太需要做肩伸动作，我觉得我的大圆肌和外背做的是比较好的。我比较弱的是中下斜方肌和那个上背阔，所以我需要做的是开手划船。
做个鹦鹉螺，单纯的单关节健身动作。健身里面的单关节动作只有2个，一个是鹦鹉螺，一个是直臂划船。练背只有2个单关节动作，一个是我现在做的鹦鹉螺，另一个是直臂划船。会戴隐形眼镜吗？我可不知道我会不会摘眼镜，因为发现我摘了眼镜好像没有那么好看。摘了眼镜好像是另一个 style。你觉得该不该摘眼镜？要摘眼镜的话，就去戴隐形眼镜，或者说做近视手术就行。我觉得摘了眼镜风格会变了。眼镜戴久了会呆呆的，对。因为戴眼镜的人，他眼睛会转。戴眼镜的人，当他要看视野的左右边的时候，他是用转头的方式去看的。他看左边就转头，转头，转头，转头。不戴眼镜的人，他是怎么看左右边的呢？他是转眼珠子。你们自己观察吧。如果你是近视的人，你看左右两边，你就是靠转头，上下头都是靠动头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眼珠子永远是不动的。而不戴眼镜的人，他是通过转眼睛去看的。所以长期戴眼镜的人，他就会呆，眼睛会呆，因为他不转眼珠子的。
达西型、鹦鹉螺。有些人可以，这个没有。有更加那种兼单关节接那个，这种是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再来，第3个是单关节动作。刚才说练背只有2个单关节动作。你刚才说那个也是，坐在龙门架或跪在龙门架上，做一个是下夹胸在身体两侧的下夹胸。我们说下夹胸和你刚才说那种动作其实都是肩背动作，如果要细分的话就有这个。下夹胸它的力线轨迹是更适宜下肢，而不太适应背后大圆的，当然会参与，但是比较弱一点。而如果你真的是在身体标准的那2个线条的话，就更适应背后大圆。背景音乐声音太大了，这边是乐曲，确实有点吵。等我做到这个动作是个安静的地方的。看你的下面3头，3头的长度就是肩伸肌啊。老粉记得住吗？肩伸5肌，几乎每个视频都会提肩伸5肌，背后大圆、肩后直、中央长和下。各关节活动的肌肉，你连肩伸5肌都记住的话，其他就都能记出来。因为只有肩伸是参与这个对点，其他肌肉参与的都少。肩屈3肌，肩伸5肌，肩水平外展2肌，肩水平内收2肌。能达到5肌的只有肩伸。鹦鹉螺的时候，肱二头肌是等长收缩吗？不是等长收缩，是缩短。肱二头肌长度是缩短。就是跟直臂划船一样，只是说它不同角度的力矩不同。肩袖肌群最难，多看一眼，熟了就好做。后背的，你想啊，肩胛骨上面就是肩胛骨后面的冈下肌、小圆肌2个是挨着的，上面的是冈上肌，前面的肩胛下肌。比如这是咱们我的手就是一扇肩胛骨，后面的下肌、小圆肌就长在肩胛骨的后面，就贴在肩胛骨后面这个面，贴在肩胛骨前面这个面的是肩胛下肌，在肩胛冈上面的冈上肌，前面有1片肌肉，后面有2片肌肉，上面有1片肌肉，好记得很。会刻意练手臂吗？2、3头会专门练，但是小臂不会专门练。器械感觉不是很好用吗？好用啊。我感觉大家还是对练背比较感兴趣啊。这几个系列的视频里面，练背的流量比
练肩和练胸都要高，都要快。看来还是题材有关系，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部位流量就会快一些。像上一集，像练胸的那一集流量就不是很快，比较慢。当然背也确实是最复杂的，因为它是肌肉太多了。当然这个流量呢，怎么说呢？我说的流量是指的是当天发出来的流量，我们视频是这样的，就是大概3到3.5万，就是大概3.2万、3.3万播放的时候就一定上热门。就是我不知道是别的视频、别的博主是不是这样，反正对于我的视频来说，就是3.3万左右的播放量就是就进入热门池。如果一个视频不进入热门池就完蛋了。因为不进入热门池的话，只有自己的粉丝能看到。进入热门池之后，才会有非粉丝的推动。比如你在那个热门那个列表，不是看到有很多你没关注的 UP 主的视频吗？所以你必须要上热门。我需要达到3.3万的播放量。对于我来说，在我们的投币率和点赞率肯定是都很高，投币、点赞和收藏率都是很高的情况下，需要播放量达到3.3万，这个是一个硬要求。所以我每次视频最大的困难就是，我的70万粉丝里面有3.3万人，在我发出视频的半天之内给我点击一下就行了，只需要3.3万人点击，就解决问题了。常见战是进入全站排行榜是怎么算的？我搞不明白。比如说你现在点开全站排行榜，你会看到，比如你去翻那些8、90、7、80的排名的那种比较后面的全站排行榜的，你看它播放量也不大，点赞、投币、收藏也不高，弹幕也不多，它就成了一个热门那个全站排行榜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，它算法是怎么搞的。全站里经常会出现那种全站排行榜里面经常会出现那种播放量一般。投币、点赞、收藏也很少的，就莫名其妙的，就是全站排行榜。我觉得啊，全站排行榜里面有很多视频还没有热门算法推荐的那些视频好，很多都是那种非常水的、很水的娱乐向视频，就排到全站去了，反而没有热门视频推荐的那些算法。我们可以试一个肩胛骨后缩的单关节动作，用蝴蝶肌反向飞鸟做肩胛骨后缩，得配重比较轻啊才能做后缩，这个你们可以试一下。练背那集视频里我也提到了一下，就是肩胛骨后缩呢，如果你们用开肘划船找不到体会的话，就用蝴蝶肌反向飞鸟。开肘要大，开肘不小。肩胛骨不要稳定，注意后缩，和一般的反向飞鸟不一样，这是普通的反向飞鸟。然后肩胛骨注意。背。明白吧？你们不是老是说练肩后缩的反向飞鸟，那个肩胛骨控制不住，老是会后缩，那你就反其道而行之嘛。
那你就用来练中压解放机吧。热量的平衡盈余亏损按每一周来计算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按天来算，以天为单位。我知道你按周的意思是，比如说你在减脂，你想的是，比如说我周一到周四我的热量盈余，然后拿4天来热量盈余多吃点儿，拿3天来死饿，然后全周算下来我还是热量亏损。你是想这个想法，不要这样算，按天计算。这种类似的写法也有，比如有人问，我能不能拿5天不吃油，周末2天我出去吃大肥肉，把全周脂肪吃完，一样的提法，他也是这么提的。所以想全周算啊，你拿2天去吃大肥肉，脂肪严重超标的情况下，它就是会长脂肪，不能去这么算。那你再夸张点，我能不能按1个月呢？1个月啊，用25天来大吃大喝，用5天来不吃不喝，不行。你不能把那个热量还是要每天均匀化，比如热量缺口、热量盈余每天均匀化。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热量亏损或热量盈余集中到哪1天或集中到哪2天里面去集中。按1辈子来计算，最后1天火化是，最后1天彻底燃脂是吧？火化那天彻底燃脂，火化之前天天热量盈余，最后1天达到集中释放，直接火化。